苏苏，我要走了，你不要找我，我一个人会过得很好。帮我照顾好阿离。我曾经梦想着可以牵着他的手去看月亮、星星、云海，但现在看起来似乎都做不到了。别告诉他，他的母亲只是一个普通人。天上的那些神仙都不是很喜欢他。苏苏，告诉我你在哪里，我去找你。我在诛仙台。素锦告诉我，如果我跳下去，就能回到自己该回的地方。夜华，你放过我吧，我也放过你，我们从此就两不相欠了。岁月覆满爱人袖，片片芳菲如水流。凉凉天与莲叶一身花色，落入凡尘伤情旧我。深劫一度，情劫难了，这旧的心海。我一定会和你成亲，从今以后。我是你的少爷。还有几分前生的恨。月华。我们既已对东荒大泽立了誓，是生生世世要成为夫妻的，你便生生世世不能对不起我。我这个人一向爱恨分明，眼里容不得沙子。你若负了我，你便如何？你若负了我，那些誓言便不算数了。我会弃了你，永不相见。
幸亏啊，你没有什么大碍，就是些皮外伤。有酒吗？啊？酒倒是有，不过你得先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。自从你封印了擎苍之后，你爹和你娘还有那几个哥哥像发了疯似的找你，就连我都好几天没睡好觉了。这眼睛，这身上的伤，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？怎么，是不是做了什么亏心事？怕我告诉你四哥？我虽然封印了擎苍，但我自己也没有讨到什么便宜。我被他封印了记忆、法术，丢到了东荒俊极山。立了场劫，遮眼，我记得你有一种药，喝下就能忘掉想忘掉的东西，对吧？这几年，你过得很是伤情啊。要记得还是要忘记，那都是你自己的事情。不过我得先警告，我这个药是没有什么法子能够解开的。一旦你用了它，过去那些事情就真的和你一点关系都没有了。我阿娘常说，我命好，生来就是仙胎，不用修行便是神女。可四海八荒哪有那么便宜的事情？不经历一场天劫，怎么飞升上神？过去这须臾数年，我不过是经历了一场天劫罢了。既然这劫也已经过了，有些事情又何须记得？一华，你睁开眼睛看看好不好？这是你的孩儿，他刚没有了娘，再没有了爹，多可怜呐！你睁开眼睛看看，好不好？怎么会突然变成这样？他日日受雷霆加身，为了太子寿宴，成了36道荒火，9道天雷。他这一跳，摆明就是为了寻死。倘若当初让他娶了那个凡人，顶多是洗无功，多了一个侧妃，也不至于丢了性命。好了，是本君的错。夫君，是儿臣不孝。
养了这个不争气的儿子。他始终都是天族最令人信服的太子。夜华，你走这一步都是本君逼的。本君本以为逼死那女子后，会令你消沉几日，但从此之后，你依然是九重天最受四海敬仰的天君储君。但是本君没有想到，你竟将那女子看得这样重。夜华，他当真不会醒过来了吗？臣无能。或许还有个机会。什么机会？天族有一个圣物，叫劫魄灯，是大洪荒时代父神所造。那灯能聚仙者的元神。劫魄灯是天族的圣物，为什么本君没听说过？这个圣物属于肃禁族。肃禁。我记得那盏灯，我母亲的确说过，这灯能汇聚仙者的元神。当真？现在在何处？这灯在我小时候就一直是我母亲在保管。后来我一族灭亡，下葬到无望海，我替母亲收进了陪葬的东西里，就在无望海。无望海。天族保存仙体的地方。既然是陪葬的话，那一定在你母亲的水晶棺里。可人过了7万年，此时要开棺的话，恐怕天君就不必再犹豫了。既然那灯可以救天族储君，想必葬在那里的人也不会介意被开棺取灯的。我派天书带你去取灯，由自己的女儿开棺，好过旁人去。是，我现在就去。娘，谢谢你，又给了我一次机会。这一次，我一定不会浪费，一定不会。娘娘，灯拿到了。我手里的就是劫魄灯，你快随我回天宫吧。是。肃静已将母亲的陪葬物劫魄灯取来。望天君念在肃静往昔所做的一切，能记得曾答应肃静的事。肃静，你曾是本君的侧妃，又是忠臣之后，若想要再嫁，本君会为你再赐一门好亲事，你何必执着于夜华？求天君成全。好，本君答应你。今日是你拿来这盏灯，
如果真的能救了夜华，本君就一定会让你嫁入这喜无波。谢天君。帝君有些气息不稳。这几日，帝君先是2次救了青丘的小天下，又在东皇钟波动时用仙法压制了擎苍，所以无需说这些。先救夜华，把那劫魄灯置于夜华床头3日，让这灯火燃上3日不灭，夜华的元神便能接好了。这3日里，灯上的火焰需仔细呵护，万不能图便利，就用仙法护着它。好。我夜华，在这东荒大泽，经四海八荒诸神见证，自今日起，与素素结为夫妻，生生世世倾心相待，无论祸福，永不相弃。我素素，今日在这东荒大泽，请四海八荒诸神见证，自今日起与夜华结为夫妻，生生世世倾心相待，无论祸福，永不相弃。夜华，没想到我跟你竟有如此深的缘分，只可惜，终究是一场孽缘。从此以后，再没有东荒俊极山的素素。梦醒之后，梦中如何，都会忘记。夜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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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，药王！连松，父君。本君这几日常想，是否对夜华太过于严格？这数万年来，他都是按照本君的意愿活着。刚学会坐，就被抱到书房，一坐就是7个时辰。本君还记得，那时候他太小，看不懂经文。当着他娘亲的面，流过一回眼泪。他娘亲就跑来与本君求情，本君很是生气，慈母多败儿。可自从那以后，直到他2万岁飞升上仙，
就再也没有见到他的亲娘。既然父君问了，儿臣也就说句实话。人人提起天族太子夜华，都会说2万岁就飞升上仙，又师从慈航真人与元始天尊，远超过当年的墨渊上神。可他在儿臣眼里，始终就是个可怜的孩子，从小就孤零零的一个人，也没什么玩伴。不瞒父君，儿臣经常在私底下嘲笑他，活得不够圆满，连情爱都没有尝试过。可当他遇到想要真正爱上一回的素素时，没想到却落得如此下场。这孩子从来都最重情义了。墨渊不过做了他2万年的师傅，他就生生的用自己的心头血，每日滋养着他的仙身。老天爷，这是故意的吗？这次飞升上神，竟让他遭的又是情劫。他找我讨忘情药时，很是伤情。我想着，如果他这次醒来全忘了，也好。我们就当完全不知道。只是我虽治好了他的眼睛，他却见不得强光。娘从来不会撒谎的，如何让他相信，全看你的了。我？怎么又是我啊？怎么不肯啊？孩儿不敢，孩儿遵命便是。哎，为何要瞒着他呀？这是飞升上神的劫难，之前他们几个都曾经受过。只是这女娃浑身是伤，看着就让人心疼。行了，你懂什么？他若不是受不了的话，怎么向折颜讨忘情药呢？也好，他想忘，就让他忘了吧。不错，就跟他说和擎苍大战受了伤，睡了一觉。至于这眼睛，说生下来就有这毛病，藏在身子里面，受了伤之后被牵出来了。好，就这么说。你记住了吗？记住了。你去趟黄泉下，用玄光造一条能遮光的白绫，好让小五带上。好，我这就去。我爹娘还真是听你的，你说什么他们都说好。我还没问过你，在我出生前，你和他们是怎么认识的？在你出生前，哎，那时候是我先看上你娘的，可惜你娘啊，非要选你这个不解风情的爹。我和你爹大战了数日之后，发现彼此性情相投，索性就结交了。还有这么一出？是啊，所以你得感谢我才是。要不是当初我放弃了你娘，哪有你们几个现在？大言不惭，我娘才看不上你这只老凤凰呢。老凤凰？珍珍，你可否还记得当初你1周岁时，非要爬到我身上亲我一口的事？老凤凰，我1岁的事情你拿出来现在说，有意思吗？哼，有意思。
夜华，你不要这样一副万念俱灰的样子，娘不忍心。娘从药王那儿拿了一瓶忘情丹，你吃了吧。吃了就能忘记素素，依旧做你的天族太子。娘不求你成什么大业，只要你好好的活下去。儿臣并不想忘了他。你倒是睡得惬意。四哥，我怎么觉得我看不清楚东西？这光好刺眼啊！你先别着急，哲言也在为你的眼睛操心呢，过一阵子就会好的。不过不能看太亮堂的东西。怎么会这样呢？你这是打娘胎里带出来的病。阿娘怀你的时候，正逢天君发大洪水，惩戒四海八荒九州万民。这洪灾过后就没有吃的，阿娘吃不上东西，身体自然就虚弱了。于是你生下来的时候啊，就是一只皱皱巴巴的小狐狸，还带着这莫名其妙的眼疾。我从前怎么没有这个毛病啊？这眼疾在你身体里藏了10几万年，一直与你相安无事，却借着这次伤寒的契机，全面爆发了。不过好在阿爹借着这黄泉的玄光，为你造了这条遮光的白绫。你去到特别晃眼的地方，它就会自然的出现，不仅可以遮光，还不影响视物。四哥，我何时得了伤寒啊？你呀，自与擎苍一战，睡了数年，这期间的事情也都记不大清楚了吧？我的白浅上神，上神？看看你自己的元神。发现自己飞升上神了吧？这飞升上神的劫怎么如此好利啊？我不过同擎苍打了一架，睡了数年，我就在梦中飞升上神了。你运气好，这是上天做给你的一个人情。这比起我飞升上仙的时候，老天爷可真是仁慈多了。我得走了。怎么了？我睡着这数年，师傅没有我的心头血，他。小五。